那么针对前几节课我们所讲的内容呢，来进行一个照片写生的训练。前几节课我们讲到啊，这个人体结构当中的肩胸部前视图啊，前侧视角的结构。那么我们在进行相应的训练的时候，在选择素材的时候，也要尽量选择与之相匹配的这种动态及角度，动态幅度不要过大，这样方便咱们对应上之前所讲的结构。然后呢，角度不要太刁钻，因为特殊的视角，咱们有特殊视角的训练办法。比如画面当中我选的这两张图，跟咱们之前所讲的内容就非常的接近相似。不同点呢就是这个素材它是更真实的。咱们讲课的时候呢，所模拟出来的就是更理想化的一个结构。那个结构呢，只是作为认识、认知，你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模型。那咱们在训练的时候呢，就要把这个基础的模型契合到模特自然的形态当中去，因为有一些形会有一些自然的小变化。好，接下来呢，咱们就来看一下这张图片。首先，我们应用我们的所学，先来找到我们最容易找的标记点、标记位置。首先，我们能够很清楚的找到它的颈窝的位置，标记一下。然后在颈窝的左边和右边，大概有它的锁骨以及肩峰。这个时候，咱们再去找的时候呢，要能够接受它自然形态上面的变化。咱们在讲解的时候所模拟出来的这种，它只是作为一般普遍规律的结构，但是并不代表它在每一个人身上所呈现出来的造型就是这样，所以这一点大家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咱们在画这个结构的时候，肩窝的位置比较容易找，对吧？锁骨在凹进去的那一块儿挨着的地方就是这个三角形的肩窝。那肩窝左侧肩窝的一侧是胸大肌，另一侧是肩三角肌。那在这里呢，咱们不太方便能够看得到它的锁骨的窝，但是呢，咱们能够看到它的肩窝。对，这个位置是比较容易找的。这个就是咱们在观察人体的时候需要进行去找的一些标记位置。锁骨、颈窝、肩窝，它们都是相互依存的。你找到一个，其他的相应的就都出来了。然后咱们从颈窝开始往下，这个就是胸骨的位置以及它的朝向。咱们判断胸骨的朝向，更好的能够判断出来整个胸腔的朝向。然后咱们在颈部的根部脖子的根部，大概演示出一个斜切的圆形。这个呢，就是它大概的胸腔的一个形态。好，咱们再继续，在锁骨的外侧连接的是肩峰，肩峰的位置。那么从肩峰这里下来，咱们可以先看到这个肩三角肌的外轮廓形，进来和手臂这里有一个穿插关系。那么肩三角肌的前束也是从人的正面一直顺着胸肌到腋下，再转到手臂的侧面。你比如说另一侧的这个肩部肩部和胸肌之间没有那么清晰的分界咱们再去画结构的时候，一定会是去这么去画，这样去画，这样去画。这两块肌肉之间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分界线。那咱们在具体在观察真人的时候，这个分界线没有那么明显咱们没有咱们画解剖、画结构的时候那么清晰。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可以先找到它的出发点，也就是前束这个位置它与肩三角肌与锁骨相接的这个位置，然后咱们再去找它结束的位置，肩三角肌在手臂上结束的这个位置。那咱们看这两个位置之间，大概它过来是在这里更合适，在这里更合适，还是在这里更合适？从起点到止点，逐渐的咱们就能够接出来一条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然后我们再看从胸肌覆盖着的位置下面是前锯肌，在前锯肌后面覆盖着的地方呢是背阔肌，稍微一带，从肩峰向上，这里是斜方肌，它的斜方肌比较发达，所以呢，在斜方肌与肩峰、锁骨相交界的这个位置，它有一个隆起来的趋势在这个位置它有一个隆起来的趋势。
如果是偏瘦的人的话呢，这条线直接就划过来，更强调的是他的骨头的形。像这种比较健硕的人呢，强调更多的是他肌肉的形。像他这个胸锁乳突肌，哎，他头部是向侧面偏转的，所以呢，胸锁乳突肌全都展示到前面来了。那咱们从这个角度能够很清晰的看到他胸锁乳突肌。自然状态下，胸锁乳突肌它是由耳朵后边的乳突斜朝前连到胸骨上。那么头转过去之后呢，它的趋势就比较接近于直的。咱们在这个观察真人的时候也能够很清楚的看得到啊，胸锁乳突肌主要的这个部分，这个肌肉比较饱满，比较圆。那么另一处它就比较薄，然后再去确定一下斜方肌在锁骨上所附着的这个位置，然后如何走到后面。以上所演示的呢，就是咱们的一个观察的过程啊，咱们怎么去看，在照片当中，在真人的身体里面如何去找这些关键的位置标记，以及它本身的一个造型特点。那么接下来咱们来画一下这一幅啊，先找到它的 T 字形结构，模拟出来它的一个胸腔的大致的一个形。现在在找的呢，都是一些关键的位置标记点，相互连接，逐渐的搭建起来一个形。啊，这个整体的大形已经有了，对比一下这个照片呢，还是比较相似的，相似度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形啊、结构啊，找的还是比较准确的。然后在它这个身体里啊，肌肉会比较饱满。那肌肉比较饱满呢，肌肉在骨骼衔接的地方，咱们就能够看到一种造型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肌肉的这种隆起。肌肉在骨骼上面所附着的位置，那肌肉是比较饱满的，冲起来的。骨骼的位置不明显，骨骼的形不明显，但是骨骼的位置会比较明显。有些位置呢，在皮肤的下面还能够看到一些肌肉的拉丝。在它这个肩头里边啊，前束和中束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在中束上面呢，大概也有几条痕迹。那交代一下中束、基束和前束的区别。在之前的课程里面咱们讲过，嗯，肩三角肌比较特别的一点就是它有三束，前束和后束都是平行基束，就中间呢它是一个羽状基束。这个知识点呢，可以帮助咱们去理解像这种造型的特征，不用每一条都把它画的肌肉拉丝都那么清晰。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应该能够知道它为什么这么长，你能够理解你看到的每一块为什么长成这个样，那这个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那接着来这个胸肌，胸肌的侧面都会比较厚实、比较饱满，在胸肌与肋骨和胸骨接壤的这个位置，它会有这种造型。就像这种比较健硕的人，他的胸肌厚薄也是有区别的。咱们能看到，在这个位置，它还是会比较薄一点的。斜方肌的这个位置它是比较厚，
大概判断一下肩胛骨的位置，从肩胛骨内侧缘出发，裹着肋骨，前锯肌这个肌肉的走势和肋骨的走势相同。这样咱们就完成了一次照片写生的这个部分。咱们之前所讲的这种对于结构的理解，完全能够应用得上。在应用的同时，再去关注一下肌肉它本身自然的一个小的形态，一些自然的特征型，那就 OK 了。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这个啊，肩窝、锁骨、肩窝、胸腔朝向、胸骨的朝向。在找形的时候，一定要左边的形和右边的形同时对照着去找，不断的去比较它高低啊、位置啊、大小，这样的话咱们的透视和比例它就会更容易准确。那这个形态和特征是不是就会比较准确？肌肉鼓出来的地方，骨头隆起来的地方，能够体现肌肉厚度和肌束特征的地方，随着肋骨走势的前锯肌。肩峰，在这种肌肉丰满的体型下，肩峰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它不会被肌肉所覆盖住。在胸肌比较薄的这个位置呢，它一般会有肋骨的体现。那它没有肋骨体现的时候，咱们大概也能看到它，也能够看到它这个位置会有一点薄。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女性，相较于咱们上一个刚才画的肌肉比较发达的人，他们的形态特征差别还是比较鲜明的。你像这个女性呢，她比较瘦，不管是皮呀、还是肉啊，都非常的薄，然后它的骨头的形它就会更清楚。你看它这个锁骨的形就会更加的清晰，甚至骨骼上面的每一个棱角、每一个转折，咱们都能够看得清楚。因为它的胸大肌非常的薄，所以在这里肋骨咱们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晰。而在胸骨前面的这个位置的肋骨隆起的比较高。你看咱们在画女生的时候啊，在画女性的时候，她的肌肉的线条就不会特别的明显，像肩三角肌中束和前束就没那么明显，找不到它们的分界。这个位置是剑突啊，它这个剑突也会比较清晰。
咱们在画这种体态偏瘦的人呢，大部分画的是骨头的形状，因为他的肌肉呢非常的薄，在肌肉下面骨头的形状非常的明显。那咱们在画那个比较健壮的人，他的肌肉比较发达，那更多的画的是肌肉的形，骨头呢只作为找形的一个标记位置，它的尖峰的骨头就会更加的明显。咱们在这张图上看也是啊，非常明显的颈窝、锁骨的形、尖峰的形以及肩窝以及胸前的肋骨。这种的练习咱们可以大量的去做啊，咱们大量的去练习这个，练习的就是观察。当咱们再去进行写生也好，再去观察也好，不至于你看不到东西，你一看你能够看得懂，你能够找到它的关键位置，你能够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来猜测它整个的一个形态结构，这样就会非常的方便咱们去画了。再来咱们再看另一种情况，你像这种脂肪会偏厚一点的，它的肌肉也不清楚，骨骼也不清晰的情况，咱们怎么去处理？首先还是先从比较明显、比较好找的位置开始。你看它颈窝的这个位置是不是还是比较能够看得到的？虽然说不明显嘛，但是它还是能看到。在每个人身上它都有不同的体现，但是它都有痕迹，咱们就可以根据这个痕迹去找，还是能够看得到的是锁骨。它每一个体块之间怎么样了？是不是被更多的脂肪所覆盖住了？覆盖住了，它就不明显了。它不明显了，它不是没有了。肩头，哎，在这个位置它有脂肪填充着，所以呢，它有这样的一个隆起。那在这个位置，它虽然说肌肉比较薄，但是皮肤下面被脂肪填充着，那它的肋骨呢也不明显。手臂一夹紧，在腋下的这个脂肪就更加的被挤压出来了，所以呢，在这个位置咱们能够看到一些隆起来的造型，也就是这个形状的造型。你像这种体态呀，它平时一定是不会去它过多的使用它的肌肉，所以呢，肌肉会比较的不发达，肌肉会不发达，肌肉不发达，然后呢，脂肪还厚，那肌肉它在胳膊上的肩三角肌在胳膊上的这个结束的位置都不那么明显了。像这种情况咱们看不到，咱们就更多去关注它外形，它整个的形态就好了，因为肌肉已经深埋体内了。你说这个才是他胳膊现在的造型。胸锁乳突肌的位置还是比较能够找得到的。咱们要记住一点啊，在它肌肉线条走势不那么明显的情况下，一定不要硬把肌肉画上去，因为那不是它的外形。咱们知道肌肉，知道解剖，是为了更好的理解它的整体。但是呢，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长得一副肌肉人的样子，它只是帮助咱们去理解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方面的因素。如果说真正应用到画画里，它千差万别的形态，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自己的特点，规律是不变的，但是外貌、形态它是千差万别的。你像在这个位置啊，这边其实全是脂肪所覆盖住的地方，这全是脂肪，包括胸部里面呢，它也是一些脂肪的堆积形成的这种隆起。脂肪在身体内的覆盖，它也是比较有规律性的。那就拿肩胸部这个位置来说，在手臂的根部，在腋下的位置，以及肩三角肌后面、肱三头肌上面，这边容易会覆盖更多的脂肪。
咱们再来看这个照片的时候啊，你看这个位置它的尖头结束的地方是不是特别的不明显？但是顺着这条边缘线、轮廓线，大概咱们能够看得到，好像在这个位置有一点凹进去的感觉，就这个轮廓线在这里有一点反应。那咱们画的时候就可以把这块强调一下啊，强调一下。这个一看，你这么去画，就说明你的头脑里面有这块结构的意识。你在画的时候呢，也能够主动的去表现这个结构，不至于画的时候一下下来一笔下来什么都没有。你像这个里面，你稍微带上一点这个，就体现出你懂结构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今天主要讲了在写生过程当中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去思考，以及一些处理的办法。那么不管是肌肉比较发达的，还是肌肉不发达的，还是脂肪偏厚的，它的规律都是一样的。咱们所需要找到就是找到它的骨骼标记，搭建它的结构，把它的形态画准确，然后呢，再把这个结构好好的利用进去。用的时候要契合到模特自然特征，在画的时候主要要注意的就是这几点。好，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呢就到这里了，咱们下节课再见。